差距就是这么一点点拉开的。笑到最后才是笑得最好的哈。每次变道的时候，它会触发一个刹车。哦，这个也可以的，一次货真价实的超越啊！我们现在离领克越来越远。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狄更斯的这句名言啊，恰如其分地描绘了当下辅助驾驶技术的现状。一方面啊，在辅助驾驶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众多车企纷纷的以平权之名，将高阶辅助驾驶技术下放，让用户以较低的价格享受到前沿的科技。为了给大家一个清晰的答案啊，我们 Autolab 特别选取了2款热门的20万级插混 SUV， 领克08和比亚迪唐，分别搭载了千里浩瀚 HE 和天神之眼 C， 进行了深入对比，看看它们几斤几两。这次的测试路线，我们选取了上海车流量较高的几个高速路段连接起来，途经沪翔、嘉闵、申嘉湖多个高速快速路，全长52.6公里。我们也将从安全、高效、舒适、泊车4个维度展开讲讲，看看它们各方面的实际表现如何。在安全维度上，单从硬件层面就能够发现2套系统的显著差异。天神之眼 C 系统选择了强化感知能力，采用了前置3目方案，力求实现堪比激光雷达的感知效果。然而实际表现如何呢？暂且不表了啊。反观千里浩瀚 H1，其采用的是一卡通天穹 Pro 计算平台，集成2颗黑芝麻智能华山 A1000 芯片。这2个芯片的方案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安全备份，能有效地降低极端突发情况下的风险。在实际体验中，3目天神之眼 C 的表现并没有预想中的那般出色。在行驶过程中，因变道时的犹豫不决而导致的失败的情况频繁出现，前后多达5次。当看到后方的大车靠近时，他想变道却又不敢变道，那种紧张的状态啊，让人不仅为他捏了一把冷汗。但其实这个变道没有任何的理由，我们就变远程车的情况下，不应该打这个转向灯去触发变道的。而且在直线车道内行驶时，还会出现轻微的左右画龙的这样的现象。这种情况啊，多少会给驾驶者带来一定的心理压力。其实现在我们一直是要长直道，但是它现在在里面有点画龙的迹象，但是其实幅度很小，你手扶在上面会感受到它在左右的来回的晃动。而相比之下，单目摄像头方案的千里浩瀚 H1，其感知能力并未逊色，即使旁边车辆突然有变道的倾向，领克08也能第一时间的感知到，并迅速的采取减速的动作。这是蒙迪欧，它有一个变道的倾向啊，但这个倾向的话被我们识别出来了。坐在驾驶座上，心里的安全感啊油然而生。在整个50多公里的行驶过程中，领克08始终保持着平稳的行驶状态，并没有出现丝毫的画龙或者偏左偏右的情况。其行驶的平顺性甚至让我们感觉有点昏昏欲睡啊。那也正是在这一刻，我感受到领克在安全维度上的精心的考量。通常情况下，当驾驶者不小心脱手时，大多数的辅助系统只会直接退出，而千里浩瀚 H1却设置了一种防范的机制，一旦检测到脱手的行为啊，本次驾驶过程中将无法再使用支架功能。智能巡航已退出，要等到下一次用车时才能够重新的启动。虽然这一防范机制啊，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用户的连贯的体验，但其本质是为了保障驾驶安全，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强化了车主的安全意识。其他的一些小伙伴在用车的过程中就曾触发了这一点，此后便一直互相提醒，务必时刻手握方向盘，切勿脱手。在高效维度的性能表现上，千里浩瀚 H1和天神之眼 C 均展现出不俗的实力。除了过收费站的时候会短暂的降级以外，在其他的场景下均保持了稳定无降级现象发生。功能启用的里程占比之高达到了99%，同时啊，匝道的汇入汇出的成功率也都实现了100%。这足以证明了两者在高速 NOA 辅助驾驶场景下的成熟度已经非常高了。然而，即便如此啊，领克08在与比亚迪唐的对比中，仍以快近1分钟到达终点的成绩脱颖而出。
究其原因啊，关键在于变道的积极性这个关键因素。在相同的道路过程中，比亚迪唐变道的总次数26次，但变道失败的次数却达到了5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唐变道到最左侧的车道，后续的变道次数会显著的减少。这过来有个3-5公里的都没有在出发变道，且在变道的决策过程当中啊，显得犹豫不决。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其变道决策系统仍存在着优化的空间。我们现在离领克越来越远。反观领克08，变道的总次数达到了28次，而变道仅有1次失败。在变道的风格上，领克08表现得相当的积极，而且稳定、精准、果断。这种高效的变道策略使其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加有效地提升行驶效率，进而实现更快到达终点这样一个效果。哎呀，很明显，我们被超呀！对这个是一次货真价实的超越啊！在舒适维度的对比中，千里浩瀚 H1 与天神之眼 C 的差距尤为显著。比亚迪唐在变道时常常伴随着刹车的动作，由于其底盘调教本身较为柔软，那么每次刹车力度较重的时候啊，车头会出现明显的点头的这样一个现象。每次变道的时候，它会触发一个刹车，这个体验其实挺差的。此外，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唐还多次的出现毫无征兆的突然减速刹车。通过分析发现啊，这类情况多发生在略带弯道的路段，可能是系统判断前方有车辆存在，从而错误地触发了刹车。而对比之下呢，领克08的表现则更为出色。即便遇到多次车辆cut in的情况，领克08也能凭借更早的感知优势，提前的介入刹车，使得刹车点更早，且过程更加线性平稳，完全避免了车头点头的不适。请注意前方并线车辆。哦，这个也可以的。这辆 GL8 过来之后啊，我们其实并没有减速，因为我们可能捕捉到它的这个动态的趋势了啊。在变道操作的过程当中，领克08不会出现突兀的刹车介入，超车加速时也显得十分的平稳。无论是先天的底盘调教水平，还是应对 cut in 变道场景时的刹车与油门的调教，领克08都展现出了明显的优势。而在泊车场景的测试当中啊，对于普通停车位，领克08和比亚迪唐都能够轻松应对。于是啊，我们特地挑选了一个更具挑战性的单个停车位，其旁边有柱子，地面啊还有排水井，这样一个复杂的车位上，车辆的差距就显现出来了。比亚迪唐经历了3次的尝试都不成功，第一次啊直接就没有识别到，那第2、第3次都因为排水井的遮挡车位划线导致识别困难，虽然大致摆正了自己的车身，却中途泊车已退出。而领克08呢，凭借其优秀的更优的泊车的算法，仅需2次揉库便精准入库，展现了明显的优势。在这场整改浪潮之下呀，高阶辅助驾驶的平权真相也逐渐清晰。从安全、高效、舒适到泊车，领克08搭载的千里浩瀚 H1在细节把控上做到了更好，脱手防范机制的设置和变道时的刹车油门调教都能够看出领克的用心之处。比亚迪唐的天神之眼 C 大体上表现并不差，但是在变道的策略、舒适性调教上还需要细细打磨。我认为啊，真正的平权并非简单的技术下放与价格降低，而是扎扎实实的技术实力和对安全与体验的极致追求，为用户带来触手可及且高品质的辅助驾驶体验，让平权不再是空洞的口号，才是实实在在的科技普惠。